一直有台积电不再给华为代工的信息。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商务部专门组团到台湾去考察。那么最近这个消息被证明已经开始落实到行动了。台积电削减了对华为芯片的供应，因为我们知道华为新的产品在欧洲因为谷歌的问题，因为安卓系统不许它使用谷歌框架，所以它的销量降低了。那么出货量、库存都存在问题，所以这会儿呢，正是一个双方能够容忍的台积电对它减少代工比例的这么一个时刻。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选举，但是没有看到台积电真的这样做了。其实我们知道其他厂家都在等着台积电的产能。目前在7纳米的制程上，它是最成熟的，所以苹果、AMD、三星都抢进来了。华为退出的这部分份额很快就被填上了，那今后可能这会是一个趋势。台积电在未来极有可能不断的削减对大陆的代工。其实我们都知道，台积电在中国的投资很大，其实包括韩国的一些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也很大，无论是芯片还是存储器的生产，许多产能都已经投放在了内地。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针对韩国在亚洲驻军承担军费部分开始有争议。其实后面都是围绕着事实上的政府态度。韩国在中国的投资，尤其在芯片以及存储器生产这一块上，他是不太愿意听话的。那么相对来说，台湾就不一样了。台湾美国人可以直接干预，韩国只能通过日本来干预。紧接着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无所谓，因为中芯国际正在上14纳米的生产线，无非就是手机落后个3-5年而已。听起来有些自嘲的味道。我们知道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它原先不是以手机为主的，它在全球主要的利润是在基站上，在 5G 的基站上。自从2018年爆出了孟晚舟事件，我们就知道了，其实 5G 它所谓的领先几乎都是空中楼阁。台积电的产能考虑到猛的转向会导致自身发展的一个困境，所以一直在寻找更为合适的时间点。他现在悄悄的已经做了。韩国的企业会不会跟得上呢？从大的趋势上来看，它必将收缩在内地的投资。未来的中国，无论是芯片生产还是存储器的生产，都将进入萎缩。所有现在看到的努力，尽管被官方吹得很邪乎，甚至中科院好像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前面说好像3纳米的制程，现在又吹嘘2纳米的制程。按他们再这样吹的话，科研经费肯定是不够用了。今天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行动，是台积电在收缩对华为的供应比例。韩国会不会跟上？这是下一个需要关注的点。但是两者之间必然会有联系，因为美方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放开商务部实体清单，这个数字还在增加，许多中国的企业已经被加入进去了。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华为这一类的比较著名的企业，很多我们平常看起来不显眼的，这些涉及到人工智能、涉及到监控、涉及到所有需要芯片和存储器的，包括监控设备的，都已经上了名单。我们知道第一批登上名单的往往是涉及到核项目的，涉及到超级运算的。那么全中国大部分的超算中心都被列入了美方的实体制裁清单。那么紧接着关于管制这一块，它慢慢的开始放大。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方会加紧对高新科技有可能在中国被利用为监控本国人民的这些用途的出口控制。甚至我们知道，因为中方更多的向中东地区输出了无人机这一类美方一直在控制的项目，所以美方甚至已经控制对除加拿大以外的空间图像软件的出口。这些管制明确的都有联动性，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热点。我们知道没有芯片你就没有超算，那没有超算就不仅仅是手机慢慢拍的问题了。未来的中国在监控这一块上也将出现很大的缺口。如果存储器这一块再撤离中国，对中国的销售不再那么常态化，加上我们知道来自日本的监控这一块的摄像头供应，这3项其实是共军每时每刻都需要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新闻，或者说它是一个趋势。未来我们有可能看到整个世界在调整的过程中逐渐停止对共军的输出，它所有的监控包括未来的物联网都会受到重大的挫伤。靠他自己研发替代，目前看这个可能性不大。未来的中国所有的墙都不再是那么坚固了。好了，谢谢大家，再见。